第31章有毒。我当倾听者，听郑小军讲故事。他跟我讲老黄的故事，说这个人相当厉害，一个人有18个皮具的品牌。基本的概念就是你进市场买任何皮鞋，差不多都是老黄手底下的牌子。那个百利鞋业也是老黄的牌子，只是老黄把厂送给了刘总，厂的利润老黄一分不要，但是牌子营销的由他统一安排。我以前一直以为老黄可能就是个小老板，现在我才知道这个老黄是鞋王，一个人的鞋能把超市的柜台全部占据，不是鞋王是什么呢？陈斌，我想把你介绍给老黄。军姐，你能不能不害我啊？郑小军嘻嘻的笑，我这是害你，我是帮你呢。你做生意不也需要认识大老板吗？黄海山绝对是顶级的大老板，你认识他不是好事吗？我无法反驳，只是道，你为什么不把老谢拿下呢？拿下老谢，你不就可以掌握百盛鞋厂了吗？陈斌，你觉得我想要什么？想要百盛吗？谢明军这头蠢猪，他觉得自己跟老黄20年，也等着老黄把厂子给他呢。你说这么愚蠢的人，我能够和他合作去对付老黄？天啊，那不是做噩梦吗？郑小军毫不掩饰自己对谢明军的嘲讽，让我觉得自己也汗颜，因为我还给谢明军出过主意对付郑小军呢。陈斌，你不要多想，我既然说了雪娇和你们之间的事儿，这点事儿我就不会再干预了。我真要撵谢明军早就撵了，根本就等不到今天。我让你认识老黄，也不带有任何目的性，也不要你帮我干什么，只是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和他的距离都有点远，我认识的人中，可能只有你离他的距离近一些。我听郑小军这一说，对这个从未谋面的黄海山倒是有了一点兴趣，但是我不相信郑小军没有一点目的性，这个女人城府太深，我担心一不小心被她带进沟里，被她玩残。我看了看手机，道：军姐，时间差不多了。郑小军拿起床头的电话拨了一个号，给家中，给谢总那边再加2个钟。我靠！我瞪大眼睛盯着郑小军，道：你是要把老谢搞残吗？郑小军嘻嘻的笑，搞得残吗？那个傻帽每一次都带着蓝色药丸进场的，我们的女孩子都觉得搞笑，只有累死的牛，没有耕坏的地，是够傻帽的。我道。郑小军媚眼如丝的盯着我，手又在我胸口画圈圈，她最漂亮的还是双腿，洁白如象牙，如丝一般光滑。我是个二奶，你瞧不起我正常，我一点也不怪你。不过如果不是苏雪娇跟你讲，你知道我是二奶吗？老黄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这方面根本就不行，你说我这个二奶是不是很悲哀？我嘿嘿的笑，不知道说什么。郑小军又道，我如果能读你这么多书，有你这么多知识，又何曾会这样呢？我本事不高，却又不愿意挨苦受穷，那必然就需要牺牲。不管怎么说，我就只是背了一个二奶的名字，比这里的姑娘不知好多少。就算是这里的姑娘，干几年，青春耗的差不多了，回到家乡别人还不是用8抬大轿去回去的。姑娘手中有钱，还是抢手货，我完全没有办法反驳。这个世道本就笑贫不笑娼，郑小军选择这样生活，他自己不在意，谁又能干涉呢？又是2个钟，郑小军再一次让我纵享丝滑，他说他都要憋疯了。她也是女人，也正当年，她也有7情6欲，但是她跟了老黄，她就不能有任何二心，这就是代价。在她的口中，老黄这个人像是神一样的存在。不错，我感觉郑小军无比崇拜这个人，可以说把这个人当成了精神伴侣，可偏偏这个人身体又不能成为伴侣，这种错位便是甚至让郑小军性格都扭曲了。他告诉我，他跟老黄的时候是20岁，今年他已经27岁了，整整7年，一个女人最好的7年光阴就这样付出了。家中完事儿，差不多11点了，老谢看上去有些萎靡，眼眶都有点凹陷，看到了我，他却有一股兴奋。老弟，真带劲儿，今天才发挥吧，加了2个钟，老哥佩服，老哥老了，不过也没有丢脸，哈哈。我看到老谢那神态，就能想象一个嗑药的老黄牛呵斥埋头耕地的狼狈，天下人可能都觉得老黄牛可怜，只有老黄牛自己觉得没吃亏。我跟老谢讲，谢哥，我听说你们黄总是鞋王，我们最近正在搞个特别策划，我们想搞个中国鞋业网，不知道黄总会不会感兴趣？郑小军要安排我认识老黄，他说了肯定就会有安排，但是我不愿意他来安排，我想自己主动出击。谢明军嘿嘿笑了笑，道：我们老板啊，怎么说呢，不容易见到，这样吧，咱们这么好的兄弟，回头等他来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但是有一点我跟你讲，跟他在一起不要说太多话，他不喜欢话多的人。我点点头，道：行，谢哥。对了，你们黄总有什么爱好呢？谢明军打了一个哈哈，道：到时候我们就约这里啊，反正到时候你先选，我再选，剩下的他一个人包圆。我正在喝水，一听谢明军这话，我一口水喷得满地都是。这姓黄的这么生猛威武的吗？刚才郑小军不是说那方面完全不行的吗？我都不知道究竟谁是骗人的。不过有一点，有钱人的思维和玩法真的不是所有人都懂，可能这姓黄的恰就好这口呢。现在我对这个
谢王老黄是越来越有兴趣了，因为我从谢明军的口中也能感觉到，他对老板非常的尊重，发自肺腑的尊重。我送谢明军回厂里，然后自己回福田。我突然发现，苏雪娇给我的1000块接待费，竟然1分都没花。今天我和老谢的所有消费，竟然都被郑小军免单了。我一路上都忍不住想这个女人，想那种纵享丝滑。我一次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有些女人是有毒的。